大家好，我是龚一鸣，又见面了。我们继续破坏式创新系列。上期说到 Starship 的舰体设计和工作流程是必须配套的，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这个重型运载系统的优势。现在的 Starship 来说， Booster 有33个引擎， Ship 有6个，每个引擎不需要特别大的推力，因此设计难度降低了，成本降低了，靠数量多照样可以获得很大的总推力。苏联打算用来登月的 N1 火箭也是用过这种大量小引擎的方案，它的一级有30个 NK15， 每个150吨左右的推力，总推力比土星5号高很多。但因为大量引擎需要特别复杂的管道和控制系统，在制造和组装过程中缺乏资金进行有效的测试， N1 的4次发射都在起飞之后不久就爆炸了。NASA 的火箭在设计中也有过大量小引擎和少量大引擎2个方案，正因为 N1 的失败，大量小引擎方案被认为是不靠谱的，但实际上不靠谱的是苏联，不是这个方案。 SpaceX 的猎鹰系列火箭已经用了这个思路，猎鹰9号的一级有9个引擎，猎鹰重型有27个。不管是火箭的硬件还是控制系统，都可以在地面上做完整的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使得可靠性和性能都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应用到 Starship 上，继续采用大量小引擎的思路。要控制这么多的引擎，飞行控制系统一定要足够强。飞控系统是个实时控制的电脑，也是 CPU、主板、内存这样的架构。作为要到外太空工作的电脑，要比地面上的更容易出问题。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要对付一个现象，叫单粒子翻转。太空中充满了高能量的宇宙射线粒子，这样的粒子如果刚好打到一个存储单元附近，就可能会意外的给它充电或者放电，那个比特的状态就被翻转了，轻则数据错误，重则电脑重启。这不但在外太空会遇到，在大气层内的高空，甚至地面的较高纬度地区都可能发生。比利时在2003年5月18号的选举中，斯哈尔贝克市在电子计票的过程中，一位候选人突然多了4096票，4096这么整的数，2的12次方。事后调查发现，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计票机在运行的过程中刚好有个 bit 被宇宙射线粒子从0打成1。为了对付这种情况，1米高空以上的飞行器电脑往往需要特别的设计，称为抗辐射加固 Radiation Hardening。 不只是加强屏蔽，而是要在线路设计上就考虑辐射的影响，线长、间距、材料都有特别的要求。对于集成度越来越高的芯片，这样的问题更为严重。开发和测试这样的抗辐射加固芯片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成本，结果就是宇航级的芯片往往比民用级慢了几十倍，价格却高上百倍。比如刚传回第一批科学照片的韦伯望远镜，用的是抗辐射加固的单板机 RAD 750，它的 CPU 是基于1997年的 PowerPC 750， 32位，单核，主频118兆赫。这样的古董电脑价格却高达30万美元。SpaceX 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用的另一条路线。以前也看过一些这方面的视频，感觉都没有说清楚，自相矛盾。直到看了 SpaceX 的软件工程 VP 在 Usenix Lisa 会议上做的演讲，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 SpaceX 的飞控系统里，有3个称为 String 的飞控单元和1个裁决器，它们只是普通的民用器件。每个飞控单元包含感应器、电脑、数据总线等。电脑用的是双核的 X86 CPU， 每个核运行一个独立的 Linux， 互相并不同步。单从感应器获得一些状态，每个核执行一段代码，得到下一步该做什么的控制命令。这时候有一个比较器，把2个核产生的命令进行比较，如果不一致，就可能是因为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错误，这个单元不会往下发出命令。这时候这台电脑会重启，从另外2台获得内存信息，继续参与之后的计算。裁决器是 PowerPC 的，负责从3个飞控单元发来的命令里判断哪个更可能是对的，少数服从多数。如果收到的命令不到3个，就倾向于选择上一次是正确的那个单元的结果。裁决器只做简单的操作，使得出错的可能性降低很多。再说，由于用的是现代的民用 CPU， 运算能力远高于宇航级的，产生一条控制命令所需的时间短得多。
所以即便到最后还是个错误的控制命令，也会很快被下一套控制命令纠正。SpaceX 在测试中可以随机切断任何一个飞控单元，甚至有每个时刻只启用一个单元的极限测试。在整个模拟发射的过程中也没有出问题。火箭的每一级有一套这样的飞控系统，代码是 C++ 的。当然，这个架构并不是 SpaceX 的原创，土星5号用的就是这样的3个飞控单元和一个裁决系的做法。当时用的是分立的晶体管，只能做简单的多的计算。在第4代战机的线传飞控里面，也是这样的3重冗余飞控单元加裁决系的架构。SpaceX 把这个架构继续改进，在飞控单元上用双核 CPU 并比较一致性，多了一道保障。就这样，靠多重冗余的民用器件和配套的工作流程， SpaceX 可以用便宜得多的价格把出错概率降到极低的程度。但这样的系统比较适合亚轨道和近地轨道这样辐射不高的情况，要做深空探索，估计还得进一步加强抗辐射能力。传统的抗辐射加固路线是防止辐射对器件产生影响，系统的工作流程没有变化。高冗余的路线是可以忍受一定程度的辐射，并通过新的工作流程降低辐射造成的后果。这又是那样的模式，低质低价配合新工作流程，解决特定问题。除了飞控用的电脑，载人版本还需要有让人操作的电脑。这个电脑在飞船内部基本不用考虑抗辐射了，在船舱内甚至可以用普通的手机和平板。Starship 还没到这一步，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的龙飞船。之前有传言说龙飞船是直接用的特斯拉车上的中控电脑，但 SpaceX 的工程师默默否认了这点，用的是别的触摸屏和民用级的移动 SoC， 包含 CPU 和 GPU。有了这样的运算能力， UI 就能方便得多，不再是字符界面和吱吱嘎嘎的声音提示，用的是 Chromium 里跑 JavaScript 和 HTML 的图形界面，开发起来和普通的前端一样，继续重复低质低价的路线。这个思路正在航天界扩散，比如火星2020任务里，机智号直升机用的就是高通的骁龙801 Linux 的操作系统，飞控软件用 C++ 和 Python 等完成，都是民用级的。而载有机智号的毅力号火星车设计时间早几年，虽然比直升机大得多，但用的反而是计算能力差一大截的 Red 750 VxWorks 的操作系统。不光电脑， SpaceX 还自行设计了宇航服，比之前 NASA 的舱内服更加贴身紧凑，没有各种贴片和拼缝，也不会鼓鼓囊囊的影响运动。之前有些媒体把 SpaceX 的舱内服和 NASA 的舱外服做比较，这其实并不公平，这两者功能和用处都不相同，本来就不一样。SpaceX 舱外服还在设计之中，走的是一样的路线，再过几个月就能看到，到时候可以再比较。有了先进技术的加持，现在龙飞船的设备可以更简洁，使得内部空间更大、更干净敞亮，有头等舱的感觉。相比之下，俄罗斯的联盟飞船里面拥挤狭窄，各种物件挂在舱壁上，非常混乱，还不如经济舱。更讽刺的是，龙飞船的船票价格比联盟飞船的还低，之后 Starship 的空间会更大，价格更低。从这些系统控制和 UI 可以看出， SpaceX 比以前的设计简洁得多，用尽可能简单的方式对付问题。用马斯克的原话来说，最好的零件是没有零件。这里能引出破坏式创新原则4：简洁，简洁，还是简洁。每个复杂的问题都有一个简洁的解决方案，如果你的解决方案还是复杂的，只能说明你还没有找到简洁的那个。龙飞船在平民宇航任务的时候，把和国际空间站对接的接口换成了观景窗，这看来用的是一个水族馆的半球形玻璃成品。外面的锥形罩在起飞和降落的过程中必须关闭，因为玻璃无法承受极端环境。在载人版 Ship 的前端也有很多窗户，可以用于观景和科学观测。这些窗户没有外层防护，需要直接承受起飞时候的压力和载入时候被封面几百度的高温。马斯克说过要用透明铝来做窗户，这种材料是铝的氮氧化物，像玻璃一样透明，却有极高的强度，一般用来做高端的防弹玻璃。它的来源非常有意思，以后我会在 Star Trek 系列视频展开。到此，我们可以看到 Starship 从舰体到工作流程，到发射辅助设施，到回收能力，到控制系统，到人机交互，都包含大量超越以往的设计。
那么这么多创新同时放入同一个产品，风险也是极高的，项目很容易因为其中一处延期造成整体出问题。下期打算讨论一下破坏式创新的产品在开发中需要的流程和管理方法。欢迎继续收看，再见。